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在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，大家习惯看到的是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，但其实，在上海徐汇区的繁华深处，还藏着一座延续千年的古刹——龙华寺。它是上海地区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的古刹。这里有晚钟惊醒陈氏梦的禅意，也有三月桃花红十里的浪漫。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，走进龙华寺，去听一听那跨越千年的回响，吃一碗备受推荐的素面，感受地道上海人的日常。到达龙华寺的交通非常方便，地铁12、13号线龙华寺站出来，马路对面就是。各位游客，龙华会周围，请勿相信看向上面的，谨防上当受骗。龙华寺的历史非常久远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，也就是差不多公元240年左右。据传是吴王孙权为了纪念自己早逝的母亲，下令建造了龙华塔和龙华寺。虽然寺庙在接下来的千年里经历了战乱、火灾、重建，但是龙华寺的布局仍然保持着北宋时期的格局，也就是1000年前的样子。在整个上海，能保留这样一套完整的古寺建筑群，也就只有这里了。龙华寺不收门票，还可以免费领3炷香。一进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华塔。龙华塔是上海最古老的地标之一，7级8面，全砖木结构。塔身纤细优雅，比例非常好看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塔影横斜，这里就是著名的沪上8景之一龙华晚钟。每年跨年夜，龙华寺的撞钟仪式是上海最隆重的活动之一。108响钟声代表着去除人生108种烦恼，祈求来年平安顺遂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很多大城市里的寺庙都比较商业，但龙华寺即使香火旺，依然保持着一种朴素和安静。来祈福的人很多，但都很专注，寺内的秩序也特别好。龙华这个名字的来源，其实有2种代表性的说法。传说龙华塔建成那天，有一条金龙盘绕塔身，锐气千里，于是取名龙华。第2个说法则来自佛经，未来佛弥勒会在龙华树下3次开法会，称为3会龙华，所以寺庙供奉弥勒，名字就叫龙华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龙华寺里弥勒佛特别多。
龙华寺的布局很有江南古寺的典型风格，沿着一条中轴线向北逐殿递进。进来之后，首先看到的是天王殿，里面是大肚弥勒佛和四大天王。再往前是整个寺庙的核心大雄宝殿，供奉着释迦牟尼。然后是三圣殿、伽蓝殿、明王殿、地藏殿。最北面是藏经楼。寺内的建筑整齐对称，结构完整，是典型的北宋寺庙布局。说到龙华寺，就不能不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华庙会。传说农历3月初3是弥勒菩萨的化身，布袋和尚的圆寂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龙华寺周围就会举办盛大的庙会。这不仅仅是宗教活动，更是上海的一场民俗狂欢。以前的老上海人讲究逛庙会、看戏文、买梨膏糖，现在的龙华庙会更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，不仅能看到舞龙舞狮，还能买到各种文创周边。除了寺庙本身，接下来是我最推荐的部分——龙华素斋。可以说，有一半的上海人去龙华寺是为了吃一顿素斋。龙华素斋的名气非常大，它和静安寺素斋并列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寺院素食。素斋馆里还有各色包装好的素食出售，来得晚的话，一些热门的品种很容易售罄。来这里最应该点的就是一碗罗汉素面。中午的时候，排队吃面的队伍已经看不到队尾了。好在出餐速度很快，即使上百人的队伍，很快就能排到。排队过程中还能每人领一个普洱茶饼，这是上海对口支援的云南普洱表达感谢的回礼。吃面还可以加一份小菜拼盘，只可惜排到我的时候，小菜正好售罄。只能说我和他的缘分未到。面的汤底是用菌菇熬制的，面筋、豆腐干、
竹笋、木耳、香菇等食材做浇头。汤很清，但香气很自然，喝起来不会油，也不会淡得无聊。面筋吸饱了鲜美的汤汁，难以想象素面能做得如此好吃。面15元一碗，付款只需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，全靠食客自觉。如果您囊中羞涩也没关系，可以拿一个脸面牌，免费领碗热腾腾的汤面。许多信众也会多付几碗面钱，为寺庙的安心素面乐善布施。正值银杏变黄、秋色正浓的时节，龙华寺内和周边的银杏衬上蓝天，格外的出片。龙华寺周围也有不少地方值得顺便逛。向北走是龙华烈士陵园和纪念馆，环境庄重，绿化很好，适合安静散步。逛累了龙华寺，一街之隔就是刚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龙华汇。商场的很多装饰都融合了佛教元素，还是很有特色的。这里离之前介绍的徐汇滨江也不远。如果时间充足的话，可以把龙华寺和徐汇滨江结合成一个历史加艺术的城市一日游路线。龙华寺不是那种一眼就很震撼的景点，但它会让人越待越舒服。它不避尘世，在繁华中守着一份清静，他也不惧众生，用一碗素面慰藉凡人的胃，用一声钟鸣安抚旅人的心。无论是游客，还是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人，龙华寺永远值得来一次。我是瑞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